1909年的那一年，秋风吹过满洲大地，落叶纷纷地掉在哈尔滨火车站的铁轨上。这座被誉为东方小巴黎的城市，在那个特定的日子，不仅有着普通的喧嚣和生活，还埋藏着一场震惊整个亚洲的政治暗杀。哈尔滨火车站是那个时代最繁忙的交通枢纽之一，各种人流穿梭其中，商人、旅客、政府官员，还有那些带着不同目的的秘密使者。火车站的钟声响起，宣告了新一趟列车的到来，也预示着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即将来临。在火车的铁轨边，站着一名穿着深色长衣、手持行李的男子，他的名字叫安重根，一个来自朝鲜的独立运动人士。他的眼神坚定，背后背负着一个巨大的使命，为了朝鲜的自由和解放。他的目标非常明确，那就是在他面前即将从火车上下来的人，日本首任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伊藤博文是明治时代的杰出政治家，曾多次访问欧洲，力图学习和引进西方的先进知识和制度，来促进日本的现代化进程。他的地位非常显赫，不仅在日本，在整个东亚地区都有着极高的影响力。但是，随着日本对朝鲜的侵略，他也成为了朝鲜独立运动人士眼中的大敌。火车缓缓地停在了站台上，伊藤博文走下车厢，周围是一片喧闹声，但他并没有注意到那名站在人群中，眼中闪烁着坚定光芒的男子。安重根等待的机会来了，他深吸了一口气，迈步向前，然后拉出了藏在衣服里的手枪，瞄准了伊藤博文。一声枪响，整个火车站顿时陷入了一片寂静。伊藤博文倒在了地上，鲜血染红了铁轨。这一枪不仅结束了伊藤博文的生命，也改变了整个东亚的历史进程。安重根的这次行动无疑是对日本侵略朝鲜的强烈抗议和反抗。他用自己的行动表达了一个被压迫的民族对自由的渴望和追求。虽然这一枪不能改变朝鲜被侵略的事实，但它却成为了朝鲜独立运动的一个重要标志。安重根成为了朝鲜民族的英雄，但同时也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争议和批评。他的行为被一些人誉为英雄，被另一些人批评为恐怖分子。这一事件成为了一个争论的焦点，也引发了一系列的政治和军事事件。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暗杀，更是关于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个地区的命运和选择。这是一个复杂的话题，需要我们深入的去挖掘和探索。在接下来的部分中，我们将深入探讨这一历史事件背后的更多故事和内幕。我们是个初创小团队，我们在用心的做视频，我们希望得到你的鼓励。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麻烦你点赞和订阅，以便让视频更符合的算法。如果你不喜欢或者有其他想法，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们。谢谢你。接下来的历史虽然与伊藤博文的生命无关，但却是与这一枪息息相关。这一事件的背后涉及到了东亚三大国日本、朝鲜和中国的复杂关系和权力斗争。哈尔滨作为满洲的一个重要城市，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同时也在日本和朝鲜之间形成了一个敏感的地带。在那个特定的时期，满洲成为了帝国主义的竞技场，各国都希望能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占据一席之地。日本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东亚强国，对满洲的控制显得尤为关键。而伊藤博文作为明治维新的主要推动者，对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和外交政策有着直接的影响。他对满洲的兴趣并非仅仅是地缘政治的需要，更是为了日本的经济发展和对外扩张。朝鲜作为一个小国，被夹在了两个大国之间。对于朝鲜人来说，满洲不仅是他们的历史故土，同时也是他们反抗日本侵略的最后阵地。安重根的行动可以说是对这种历史和地缘政治背景的直接回应。中国在这一事件中虽然并不是主要角色，但其背后的影响却不容忽视。清朝末期，中国正处于一片混乱之中，
外部列强的侵略和内部的腐败让这个曾经的东亚霸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而哈尔滨作为一个重要的交通和商业中心，对于中国的稳定和发展显得尤为关键。这一枪的背后，是一场涉及到3个国家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历史纷争，从明治维新到日俄战争，再到满洲事件，这一系列的事件都与这一枪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历史并不总是那么简单，虽然安重根被誉为英雄，但他的行为却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日本加强了对满洲的控制，同时也进一步加强了对朝鲜的统治。朝鲜的独立运动受到了严重的打压，很多独立运动人士被捕或被杀。而对于中国来说，这一事件更是警示了其在国际舞台上的脆弱地位。清朝的衰落和外部列强的侵略让中国陷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危机，这也为后来的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埋下了伏笔。总的来说，这一枪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暗杀，更是东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揭示了那个时代东亚3大国之间的复杂关系和权力斗争，同时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和历史背景。当我们回顾这一事件时，我们不仅仅是在回顾一个人的生与死，更是在回顾一个时代、一个地区、3个国家的命运和选择。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反思的话题。它告诉我们历史的真实面目和复杂性。在历史的长河中，每一件大事都是由无数小事件和细节构成的，而在这些小事件和细节之中，每一个都承载着时代的记忆和人们的情感。这起发生在哈尔滨火车站的暗杀事件，尽管距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但它仍然在我们今天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当我们重新审视这一事件，我们会发现，它并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暗杀或是一个国家的权力斗争，更是关于人性、情感和价值观的探索。安重根为了朝鲜的自由和解放，选择了用暴力的方式来实现他的理想。他的行为无疑是勇敢和决绝的，但同时也带有某种悲剧性。他的一枪虽然让他成为了一个民族的英雄，但同时也让他失去了自由和生命。伊藤博文作为日本的政治家和改革者，他为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同时他也是日本侵略朝鲜的主要推手之一。他的死不仅是一个政治家的陨落，更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而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这一事件更是一个反思的契机。在历史的洪流中，每一个个体都有着自己的选择和判断，而这些选择和判断往往会影响到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命运。安重根的选择无疑是勇敢和伟大的，但他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问题：为了一个崇高的理想，我们是否可以牺牲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历史总是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问题和反思，而这些问题和反思往往需要我们去深入的研究和思考。当我们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待那个时代的事件，我们不仅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荣光和辉煌，更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矛盾和困境。最后，我们要记住的是，历史不仅仅是关于过去的，更是关于现在和未来的。它不仅仅是一个学科或是一个研究领域，更是关于我们自己的。只有真正的去理解和反思历史，我们才能更好地面对现在，更好地规划未来。在哈尔滨火车站的那一天，一个英雄和一个政治家的命运交织在了一起，成为了那个时代的象征。而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这一事件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的记忆，更是一个永恒的教训。